我做了一台能同时玩 Switch 2、Xbox 和 PS5 的3合1游戏主机，按一个按钮就能在3台游戏机之间快速切换。它们3个就是目前游戏界鼎立的3大主机 PS5、Xbox 和 Switch 2，3家历史上一直在互相竞争，主机大战，导致各家的游戏经常都不能在对方的平台运行。于是你如果想玩的游戏很杂，那你就不得不3个都买回来，来回换着玩。这对于他们来说确实是符合商业利益的决策，但对于我来说却很麻烦。所以我决定把3台主机合为一体，做成一台终极游戏机。我来组成同步，来作为3方友好的象征，终结主机战争。如果直接把3台主机捆在一起，那就是一个19升10千克的大铁块，不优雅，所以必须得给它们减减肥。拆开3台游戏机，你会发现最主要的部件都是主板、散热和电源。主板虽然上面放着所有电子元件，但其实体积很小，电源和散热系统反而才是这里真正占地方的。于是我就想，是不是可以让 PS5、Xbox 和 Switch 2共用电源和散热呢？来回切换，这样我就可以用1台的体积实现3台的能力。计划很简单。你以为就只是接几根线，3D 打印外壳这么简单啊？我该怎么设计一个散热布局，让3台机器都能得到冷却呢？答案就是它。Mac Pro 垃圾桶，我心中最好看的 Mac 台式机，而且它的内在也很特别。散热器在正中间是一个非常科幻的3棱柱，3个面分别紧贴3块主板，再由顶部的风扇抽走热气。虽然苹果在双 GPU 技术上压错了宝，导致 Mac Pro 没有了下文，但它正好是我们3合1主机完美的蓝图啊！简单建模之后，我拥有了一个散热器的初步造型。接下来只需要 CNC 一个铝合金的版本，5000块。因为体积很大，也可能是因为有很多坑坑洼洼的槽 ，CNC 的过程特别复杂，所以很贵。同样的造型，金属3D 打印也价格不菲，而且这种外包生产都需要排队排期，不利于我多次迭代试错。这个时候，我做了一个让我后来特别后悔的决定：自己浇铸。在众多创造金属的古法里，有一种工艺，即使放到现在也非常天才，名字就叫湿蜡法。为了制造造型很精致的青铜器，直接雕刻铜很明显不太理智。于是古人会先雕刻比较柔软的蜡，用粘土把蜡模型包裹起来，然后他们只需要利用蜡熔点低的特性把蜡烧掉，顺便把粘土也烧干，就巧妙地获得了空空的陶瓷模具，然后把融化的金属倒进去就行。这个1500年前的云纹铜镜就是用湿蜡法做的。天真的我还以为这些都是古人用锤子凿出来的。我买了点雕刻蜡，用蜡尝试切了一个五角星。我在鱿鱼游戏里是肯定活不下来了。蜡上雕花不适合我，但这个事儿放在2025年也不一定需要用蜡呀。蜡只是很好塑形，熔点很低，还有什么可以让我获得一个可以融化的实体呢？当然就是3D 打印。理论上3D 打印也很好塑形，迭代快，而且最常见的3D 打印耗材 PLA 熔点也很低，价格便宜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还有这么多台打印机待命。配合 PLA， 我选择了高温石膏来做我的模具。PLA 会在100多度融化，在300度裂解，700度完全燃烧。而高温石膏理论上可以加热到700度而不损坏。利用2种材料耐温的差异，我就可以去掉 PLA， 获得干净的模具了。这个方法就叫做湿 PLA 法，也叫做湿塑料法。这是我新打印出来的 PLA 模型。这个是散热器的本体，另外还额外打了一个这是给铝留出来的通道，铝会从这里进去，从底部向上填满所有的散热翅片。之所以设计成从下向上，是为了更加方便的把空气挤出去。
接下来就是要制作模具了，把高温石膏的粉末和水混合，快速搅拌，倒进一个不锈钢桶里，再放入 PLA 模型，然后趁着石膏还没凝固，赶快放进真空桶里，抽走石膏里的空气，整个石膏像沸腾了一样嘟嘟冒泡，这个过程叫做消泡。消泡完成之后，等待石膏在室温下凝固。我没想到石膏不小心没过了模型的顶，我还得费劲儿把这个口给挖出来。感觉在发掘什么文物。挖干净之后，就可以放入高温电窑炉进行烧湿 burn out。这个过程会经历长达12个小时的4个升温阶段：烘干、热解、烧净，最后保温，准备迎接铝水。以防还有很多灰留在里面，我还用高压空气吹走了里面残留的灰尘。能看见石膏表面捕捉到了相当多 PLA 模型的细节，非常完整。哎，这 PLA 竟然真能烧得这么干净，真有意思啊！下一步，熔铝，通气，点火。熔炉里出现了非常漂亮的蓝色火焰漩涡。干锅里提前放好的铝粒很快从下面开始发出红光，变软。过了一小段时间，达到了660度熔点，完全融化，变成了银色的液体。这个时候，我还得拿一个很长的勺子，像火锅撇沫子一样撇掉铝水表面的氧化物和杂质。看着搞笑，其实这个步骤很重要。最终，预热好的模具拿出来，趁着模具和铝都还热乎，快速又小心地倒入700度的铝水。我很快发现倒到一半稍微有点倒不进去了，应该是铝冷却凝固的太快，后半部分铝就进不去了。在水里冷却，剥掉大部分石膏之后，我获得了我首次浇铸的成品。虽然不算成功，但这个结果已经让我挺惊喜的了。表面相当光滑，棱角也很锐利，底下竟然把 3D 打印的支撑层纹也复现出来了。除了铝凝固的问题，还有2个问题。首先，散热片有点太密集，石膏壁太薄，在末端开始断裂。其次就是散热片是平行于这条边的，所以这一片会很长。不过这些都不是大问题，只要再改一下散热片的朝向、厚度和密度，应该就可以了。哎，我发现失败的时候，3D 打印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。古人失败了得重新手工雕刻一遍啦，我失败了，再打一个。重新调整了石膏模具和铝水的温度，这次铝水顺利的在凝固前渗透了整个模具。等石膏溶于水，这次的铝坨坨完美的就像出水的芙蓉。在锯掉了多余的浇铸口，打磨抛光之后，翅片完整漂亮，接触 PS5 和 Xbox 主板的2面比较平整，但第3面还是有几块陨石坑，因为里面还是残余了一点点气体，形成了空腔。幸好这面是放 Switch 2的，它不需要散热，铝坨坨散热器浇铸计划算是成功。其实我没有想到会成功的，失蜡法真的 YYDS 啊！接下来用导热性能超强的金属纯铜做一个扣板，然后用螺丝固定到铝散热器上，由它来把芯片产生的热量均匀扩散到铝的表面。PS5 原本是用液态金属做导热媒介的，但是我们有纯铜和超大铝合金，所以用硅脂就够了。接下来装上主板，把12厘米的散热风扇放在散热器下面，往上狂吹，就可以开机试试了。开机啦！现在法环已经在这放了半个小时了，也没有提示过热。测一下的话，其实这整个区域才60度，而且热量确实很好的从芯片传到了铝块里，大功告成。关于电源，一开始我想的比较复杂，准备设计一个3档的切换器，用哪个就给哪个供电。做完你的，做你的，做你的，做你的。但是这样有很多麻烦，需要先给主机关机才能切换，而且电路也会很复杂。直到我计算了一下 ，PS5 虽然负载225瓦，但待机只有4瓦左右，非常省电。Xbox 也是类似，那我也不用切换了，直接用一个250瓦的 PC 电源就可以了，只要不同时运行2个游戏就行。而且 PS5 和 Xbox Series S 主板用的都是12伏直流电，直接并联就可以。给 Switch 2就用一个变压器加直流转换 USB-C 的诱骗器就好了。说到 Switch 2，我对它另有安排。
作为掌机，它是要能被拿下来带走的，所以我把3棱柱的第3个面留给了它，再给它新做一个专属底座。其实 Switch 2原本的底座浪费的空间还挺多的，拆除了就只有这2个东西是有用的。至于这个风扇，你们都知道它不是给 Switch 2来散热的，它根本就吹不到它的机身。我理解它应该是防止 Switch 2机身的热量让底座的主板过热，给底座散热的。我们已经有底部的风扇向上直吹了，所以就不需要它了。减重之后的新底座长这样，一个小方盒，打开之后里面会有一个 L 型的 Type-C 延长线，连接着有用的电子元件，这些到时候都会一起放进机箱里。这个小方盒会贴在散热器的最后一个面上，然后把 Switch 2，当当，但是要怎么拿出来呢？我希望它可以像吐司机一样有弹跳的感觉，实现起来也可以很简单，在盒子的底部做一个平台，平台背后装上弹簧。我把 Switch 2插进去的时候，平台会被推动，卡在面盖的镂空里，而我只要按下卡扣，弹簧就会弹出 Switch。但是这个弹簧力度太小了，这还没算上 C 口可能会带来的阻力呢。后来我又反复尝试了一些弹簧，都不太行。那除了金属弹簧，还有什么其他材料也同样有弹性呢？于是我就想到了在 3D 打印里还挺常见的塑料弹簧，我直接从 MakerWorld 上找了一个 3D 打印弹簧生成器，各种粗细、长短、宽窄都能输入数值自定义，也不用建模，我直接生成了一箩筐。不仅可以快速反复试错，而且还是一体成型的，省去了安装的麻烦。整个下壳弹簧是一体成型，上壳按钮也是一体成型，不需要组装，打印完就是能活动的按钮。而且为了保证这个活动的部分不和底座粘在一起，还特地使用了2种不同的材料，外壳是 PLA， 弹簧和推杆是 PETG， 保证弹簧的刚性。用拓竹 H2D 的双头打印功能，2种材料分别从2个头打出。从打印盘上拿下来就是能活动的，而且如果切开取一个截面，就能看到这里也做了一个小设计。PETG 弹簧是直接嵌在 PLA 里面的，永远都不会松脱。接下来 3D 打印一个外壳，把它们都组装起来。先把 Xbox 的主板也固定在散热器上。最下面的3角形盒子是电源盒，里面放着氮化镓电源，整个主机的供电都靠它。4周开的小孔是为了进入空气，因为再上面一点的中间位置是风扇舱，把风扇直接卡进去固定好，到时候风扇会从下面吸进冷冷的空气送到上面。这个上面就放着我们整个主机的本体了。用一个 L 型的 3D 打印件把散热器固定在外壳上，再把2台主机的电源接好，放入神秘的 Arduino 和电路板，它将帮我们实现主机切换的功能。然后再把 Switch 2底座的电子元件固定在最外面的外壳内部，把外壳整个套上去。我还用拓竹 H2D 的激光切割功能切割了2个黑胡桃木装饰片，在这里装上灯带，插进去。在顶部装上按钮和装饰片，卡上 Switch 2的底座盒，亮啦！最后贴上写有它名字的铁牌 Nintendo P Xbox 5。成功！3合一主机，我觉得比 PS5 好看哎。没想到它做出来的成品真的还挺貌美的，它的每一面都有3角形的元素，连这里都是能摸出来的。这个面放了 PS5， 这个面是 Xbox， 最后一面就是 Switch 2了。把 Switch 2插进去，按一下红色的按钮，就可以弹出了。现在3台主机共享了 HDMI 线和电源，插上电源，正面的灯就会亮。现在灯光是蓝色，屏幕上的画面是 PS5。接下来就是这台主机最神奇、最重要的一个按钮，就是顶上的这个3角，按一下它，灯光变成了绿色，屏幕的画面变成了 Xbox， 再按一下，灯光变成了红色，屏幕的画面当当当变成了 Switch 2的画面，是不是超级神奇、超级方便？我觉得简直太方便了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玩游戏，看看它能不能正常的玩各种各样的游戏。
现在在玩的是 Switch 2上独占的游戏 Donkey Kong Bonanza， 运行非常良好。当然了，它又不需要散热。不超过5秒就切换了，太爽了。PS5上面玩游戏也是非常正常，正常的难以置信啊。这时候你又突然想玩 Xbox 了，再按一下，灯光变成了绿色。哎，我们来到了 Xbox。Xbox 也能正常运行，玩了一会儿了。哇，这个上面出风口还是蛮烫的。3个平台在同一台游戏机上正常运行，一瞬间我都有点恍惚，不敢相信这竟然是真的，有种世界和平的圆满感。古法与现代科技的结合竟然这么美，我对这台3合一 Nintendo PXbox 5最终结果还是挺满意的。一开始我只想做个梗来着，没想到真的实用，而且还挺好看的。我感觉不比 PS5 本体难看呀。同时保留了3台主机完整的功能，还缩小了体积，让走线也变得更简洁。希望它可以一直服役下去，警醒不断制造独占游戏的世人。你们这种不要再打了！如果说这个项目让我学到了什么话，那就是别把计划想得太简单。